嗨，我是魏老板。我们之前拍过30岁前要知道的事情，跟35岁前要知道的事情，很多人就许愿说，可不可以拍20岁左右的？那因为我离20岁有点远了啦。对啊，毕竟我现在已经40几岁。回想我的20岁或25岁的话，那我有几个建议想要给现在20岁左右的朋友哦。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追踪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第一个呢，是我觉得不要太预设立场，好像自己以后一定要做什么。很多遇到20几岁的朋友都很容易会有这样的状况，对于未来很迷茫，但是又有很多的设限。那我觉得不要去设限它。我知道这句话听了都会觉得好像很老生常谈，就是都叫我不要预设立场，或者是人生未来不要设限，但有点听不太懂，对不对？那我讲我的案例给你听。我自己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我妈妈是老师，所以我从小就觉得我要跟妈妈一样，我也要当老师，觉得老师还有气质哦。好，到了国中我就变了，谁要当老师啊？到了国中自己的自我就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就很迷那个日本的偶像，我就觉得我也好想跟他一样跳舞。我那时候就很爱跳舞，我以后一定要去当 dancer， 我一定要去当那个明星后面跳舞的舞群，我觉得可以上演唱会表演，好酷哦。到了高中我的志向又变了，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当记者。很想要进媒体业，我觉得我可以写东西、报道东西，或是成为这个杂志的编辑，什么这一方面我都很喜欢。读完大学我就去念大传系了，就是要往媒体人的方向去走。结果呢，大学没念完，我又电商创业了，就一路又歪掉了，对不对？歪到这里，对，就变成企业家。好，所以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年龄的时候，原本想做的事情有做吗？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人生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可以有梦想、有目标去追，但是你不要觉得我就是只做这个，不是这个的东西我都不想管、不想碰、不想理。我觉得这就是自我设限。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有目标、有梦想？可以。但如果中间有什么更好的机会，或是你觉得更好玩的事情，就 follow your heart， 你就去做吧。我觉得人生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的人生旅程是这样，然后到了这里，绝对不是你以为的这样到了这里，这样是正常的。我也是这样。那如果你觉得我还不错，你很喜欢看我的影片，看我的频道，喜欢我的价值观，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希望这个可以给你们一点点鼓励，让你们觉得说很迷惘，或是乱转弯，或是左思右想，然后没有走上原本的路，3分钟热度改来改去，都是正常的。因为你在探索自我啊，你在感受什么才是最适合我的啊，然后不喜欢觉得不 OK 就换一个跑道，都是很合理的。20几岁本来就是要做这件事，不然呢，你要50几岁再做吗？其实我有个朋友，他是台大毕业的，然后他就找了很多工作，每个工作就只做1-2个月就换掉，因为他觉得他不喜欢。结果后来他家里就非常不谅解他，然后他就觉得他压力非常大，就觉得自己很废，然后家里面就觉得他这样很糟糕。对啊，就觉得你怎么没办法稳定下来或什么的。对。那他要先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是不是在探索自我，我是不是在确定我应该适合什么。如果你是，那我觉得你就继续探索，然后并且跟家里面沟通说我是想要找到什么。可是如果你只是不喜欢职场的环境，例如就是有些人他不是在探索自我，他就是受不了上班的压力，或者是只要有人管他就很烦，或者什么什么，那种叫做他在逃避啊。他每换一家公司都是一样的，因为哪家公司不这样，哪家公司对你没目标没管理。如果今天他是在探索自我，他只是在寻找他人生应该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那我基本上我会支持他，因为我觉得人是需要有探索自己的时间的。人生会有一段时间很迷惘，我真的觉得很正常，尤其20岁20几岁真的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很正常。我20几岁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大家都以为说我电商创业之后就一路很成功吗？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因为每个人都骂我不务正业，每个人都骂我说你到底在干嘛，为什么不好好念书，不好好去找工作。我身边是没有人看好我的，身边人都没有支持我。我爸妈也都觉得我不务正业，不知道在干嘛，可以去干嘛都不做。他说要当记者也没去，就是一些冲下这样。我也是很怀疑自我的，我并不是很坚定说我就是要做这个就是我喜欢的事情，我以后可以赚很多钱。尤其是那个时候其实有一波就是那种泡沫经济，然后金融海啸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看好这些产业的，就想说你们未来不知道怎么样，谁要在网络上买东西啊什么。那个时候是很不明朗的一个时代，你并不一定是受到别人支持的。那你会不会很怀疑自我？会啊。你也会觉得我好像在瞎搞，尤其所有长辈都是定义你在瞎搞，没有人肯定你是个什么企业家，不是像现在这样子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电商也成为很好的产业。那时候是没有这样的，所以会不会迷惘？会，也会觉得你没有走上家里支持的道路，成为他们不理解的人，这样对吗？我也是处在这样的自我怀疑里的。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我反而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人生必经之过程啊。年轻的时候迷惘很正常嘛，中年的时候中年危机迷惘下也会有的嘛。然后要老之前，50、60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我真的老了嘛的迷惘，都是有的啦。一辈子都在迷惘。对，迷惘真的很正常啊。迷惘表示你有在想对啊。我觉得迷惘的时候就是真的蛮低潮的。低潮就低潮没关系，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永远在巅峰。好像也是。对，低潮就低潮，你就去感受低潮的感觉，没有关系的，那就是人生的一部分。不要去觉得说我现在这样怎样，不要一直自责，你去感受它。feeling
对，但是不要谴责自己，去感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为什么我会感到低潮，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有不同的期许，那个期许我又该怎么去达到，这样子比较正面，而不是觉得我好废，我好没用，这对你没有帮助。我会，对啊，这个想一下就好了，吃个东西就回来想，好，那为什么我会这样？我是不是不满意自己的现况？那我想要的现况又是怎样的，我就会满意自己了。那我要不要就花时间去成为那个心中的自己？我觉得20几岁可以多想想这些事情，不要只有自责自己哦。第二点是不要常常觉得来不及了，做这个也来不及了，做那个也来不及了。你要记得你才20几岁，你很年轻。你要知道我28岁，魏老板28岁的时候才出第一本书。然后到现在我已经出了5本书了，这是我根本没想过的事情。我没有想过我可以出书我也没有想过我的书还可以非常的畅销，然后可以影响这么多人我39岁才开始拍 YouTube，2年后订阅破50万，这也是我从来没想过，我没有想过我可以开频道，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人生是非常不预期的东西，不要觉得我想这样就是这样了，不会的，它会有很多转弯，会有很多机会，会有很多你当下可能突发奇想，觉得我好像可以干嘛，那你就去试试看。就算不一定有得到很大的成功或回响都没有关系，你就是去做做看，不要放弃那个心里面的声音然后也不要觉得好像我一定要干嘛才要做。老实说，我出书的时候我是没有觉得它要大卖的我只是觉得我想写出我知道的，看看能不能帮助到别人。那卖不卖钱其实没关系，我不靠这个赚钱嘛。拍 YouTube 也是，我也不是觉得我要接业配，我要干嘛，我一定要成为100万订阅，我都没有任何的目标跟想法，我就只是想留下我的价值观，去做我认为对的事情，这样而已。所以会有现在的订阅数跟现在的回响，也是我不预期跟不是我的目标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定义一个东西，是你真心很想去做、很想去完成的事情，而不是只想着我要成功，我要成功，我要成功，但是中间怎么达到成功是模糊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我要钱，我要成功，我要社会地位，我要买东西，我要旅行，我要很棒的人生，但是怎么达到不知道。那我不是，我想做这个，我想做这个，那我想要因为做这个而达到什么目的，跟留下什么想法去做了，把它做好，相对的那些成功就来了。我觉得是这样，而且你反而就不会被这种成功给绑架，你就不会被流量绑架，你就不会被别人的评价绑架，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我觉得这个正向循环是蛮好的。第3点是恋爱的时候不要那么怕啦，没什么好损失的啦。我发现很多20几岁的年轻男男女女谈恋爱的时候都超怕东怕西的，就是我还蛮喜欢他的，可是我不敢去跟他讲话，可以吗？这样他会不会觉得我很什么踌躇不前？或者是我很喜欢一个女生，可是我很怕我这样子告白会把她吓跑，我什么，就大家的犹豫太犹豫了。我现在26，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人是因为会觉得我们谈恋爱到这个年纪，我要是跟他分了，那我就要再找其他的结婚对象了，一切这就要重来，所以就是明明觉得没有很好，也却不敢分手。对，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对我这种40岁的人来说，会觉得25或20岁都是一个你是最有时间可以浪费的年龄。可是你们却最不敢浪费时间，就把时间视为一个超级珍贵跟超级不能浪费的东西，反而做了很多很浪费时间的东西。例如你花时间跟渣在一起，不敢跟他分手，这才是我看起来最大的浪费。或者是你不赶快去多交一点异性朋友，一直锁在一个人身上，然后一直等他或什么，这种都是我觉得这是最浪费的。可是他却是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而这样的。对，那我就觉得真的不能这样子，顾虑太多了，不要怕东怕西。感觉对就交往看看，不对就分开，不要交往又不敢交往，很怕受伤，会不会怎样，就想一大堆，想太多。前几天才有一个女网友跟我分享说，她才要跟一个聊了1个多月，然后有一点点暧昧的男网友见面。我就说很好啊，就去见面看看，搞不好你们就有火花然后他就说，可是我是一个不想生小孩的人，我在想要不要跟他聊。好远哦。我就想说，你们才要第一次见面，你跟他聊这个干嘛？对，完全你们任何关系都没有，只是一个暧昧对象而已，你就很急着想跟他说，可是我以后是不想生小孩的这样你可以接受吗？这怎么回事？一直觉得好像跟人家谈个恋爱交往的话，就要把什么结婚生小孩事情都先讲清楚。这个就是你太有心理负担了，就约会谈恋爱交往而已，不合就分手了。你在这个恋爱的过程中再去探讨彼此对于结婚生子的价值观就好了。可是他太想要一气呵成，你知道吗？就是我跟这个人交往，然后就是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年轻男女身上最不要看到的东西。不要想要一次就搞定一个人，就是他谈一段恋爱就成功，不要被这种东西绑架，什么叉一次就上手这种东西，不要这样，这不是人生，人生就是去体验，然后失败成功什么都没关系，都有很多的滋味跟过程，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就是这种感觉吗？你就得到这个经验值了，然后在过程中好好的探索自己的需求，一定是这样子你才会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所以不要让自己跨出去那么难，想的那么多，顾虑的那么多，不断的来卡死自己，然后遇到不 OK 的又不愿放手。
这才是最浪费青春、浪费人生的。第4点就是，请把体验人生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各种经验都是体验，都不要去浪费。我刚创业的时候其实还在南部，然后后来有个电视节目的邀约来找我，我就去了，想说好玩，没有上过电视节目。我那个时候才23岁吧，好，然后就到台北来上了一个第一个电视通告。那因为这个电视通告，就有更多的电视通告跟采访的邀约就来了，我就觉得都还蛮好玩的。而且因为我就是念大传的，我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很多的记者。很多的电视台反而觉得这可能是以前我念书的时候想要的工作环境跟想要的工作，我就很开心。只是我没想到，我以前是想要去采访别人的，怎么现在又变成是我被采访？但我还是觉得很好玩，对。然后就常常会跟记者聊天说，你这个是要做什么？你这个是要做什么？那你回去之后这个东西要怎么剪辑？因为这本来是我的梦幻职业啊，好，我就觉得很好玩。后来上了几个电视通告之后，有个电视台找我看能不能当固定的通告咖，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我的工作还在南部。那时候有考虑一下吗？那时候本来觉得好好玩每个礼拜去录节目好像很好玩，可是因为我当时的公司还在南部，不在台北，就觉得还有那么多员工要顾我不能对，我还是觉得好了，好像没办法，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机会。但是机会里面也有一些很蠢的，我后来也有接到一个要来我们公司采访的媒体，然后他那个媒体听起来就是一个理财的媒体，商业什么东西反正就很正常。然后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摄影的老大哥，他就开始拍我们，然后就说很美，你们很美什么什么，对，就我们就觉得有点怪怪，就一直说我们很美，他还叫我们去换衣服，然后问我们是几岁的，然后我们就说我可能24啊，他们都22啊、23啊什么的，好，然后就叫我们去换衣服，说你们还有没有新款的衣服啊？还是短裙啊、短裤啊什么的，有没有你们新款的？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卖衣服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也合理，所以我们就大家都有去换新款的衣服出来给他拍后来采访完之后，他的报道出来，他寄了一本给我，你知道那是一本情色杂志。天哪，好可怕！播出去了吗？那是一本情色杂志然后因为当时的网络没有那么发达，大家搜寻是搜寻不到这个杂志的。它前面后面全部都是情色的东西，就只有我们那里是正常的。我们穿的比较多的衣服然后就是一群妹妹，然后创业这样子，怎么好笑？对，然后我就想说，我完全不知道它是情色杂志超好笑，超好笑。你们穿最多是不是？对对对，而且没有穿。对，还好没有拍一些奇怪的 pose 或什么，就是我们就是正常的青春美少女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天哪，我干了什么蠢事，就很奇怪，就是奇怪你们这一页怎么特别的正常，在讲小女生创业，然后走上一个圆梦之路，然后她的同事也都是年轻小女生，然后讲对。虽然不知道大家看这本杂志的时候是用什么眼光看我们，我想看那本杂志，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那我现在讲起来就超好笑的，我们在干嘛这样子？20几岁就是干点瞎事也是合理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些瞎事以后都会变成你40、50岁的时候好玩的回忆啦。所以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就是敢爱敢恨都没关系，最怕的就是你才20几岁，你对任何事都觉得可是这个我会怕，可是这个会不会怎样怎样，可是那个会不会可是那个什么什么，你20几岁而已，你做事情就这样子老态龙钟你确定吗？然后什么都怕东怕西的，你真的有20几岁的灵魂吗？没有。我觉得20几岁还是冲一点啦，对，因为你这时候是最年轻、最可以承担很多代价的时候，最没有包袱、最没有负担的时候。你中年的时候，你可能就有很多的包袱，你可能就不敢冲了。那你现在20几岁你就这样，你要不要想一下，你未来还有50年人生，你是要怎么过啦？所以不要害怕自己20几岁的时候是小白，20几岁所有人都是小白，不论是恋爱或职场，通通是小白，大家要白就一起白，没关系。希望大家20岁都可以活得更精彩一点咯。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追踪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